警察按下快门时，只看到了一辆报废的汽车，但照片洗出来后，却多了一张正在尖叫的脸，还有一只半透明的狗。1984年12月27日傍晚7点半，圣诞节过后才2天，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辆吉普车开在浓重的雨雾中，车里坐着当地的4名青少年，16岁的 John Bowell 和3名好友。John 坐在副驾上，后座是15岁的女孩和16岁的男孩，司机是另一名16岁男孩。John 极度兴奋，因为他们这是去看 Prince 的演唱会，马上要见到偶像 Prince 了。这位偶像正是他们明尼苏达州的老乡。老乡追梦成功，大大激励了 John。 他侧身靠在副驾驶的车门上，回过头和后座上的朋友说笑，完全没意识到这个不设防的坐姿让他脱离了安全带的保护。车开到高地公园附近时，有个急拐弯，路太滑了，车被惯性甩出去，撞到了路边的树上，车速64公里每小时。当时正在巡逻的2名警察接到呼叫，马上赶到现场。3名青少年已经站在车外，他们受了轻伤，意识清醒，极度惊慌地指着车内说 ：“John 还在里面，而且一动不动。”警察靠近汽车，看到 John 蜷缩在副驾驶下面，头靠在座位上，像是睡着了，似乎走得很安详。Officer Brian Coyle 按程序拍下现场照片，这是他常做的例行工作，没发现任何异常。经法医鉴定， John 死于颈椎折断，因为车正面一下子撞到了巨大的树干上，撞击力非常剧烈。John 的颈椎骨被折断，引发了内部大出血，当场死亡。John 当时正回头说笑，颈部没有任何支撑和保护，处于最脆弱状态。而他的3位好友，包括司机，因为坐姿正常，因此得到了安全带的保护，都只有轻度擦伤。他们对 John 的猝然离世简直没法相信，因为只见 John 的鼻孔有血迹，看不到明显的外伤。几天后，车祸的现场照片被冲洗出来，警察们发现在报废的汽车上方竟冲出一张扭曲的脸，表情极其痛苦，接近愤怒，仿佛脱口在喊 No。 重点是这张漂浮的脸，这神态跟死者 John 出车祸时的状态惊人的契合。车里的3位幸存者是见证人，都说当车辆失控冲向大树时，他们听到 John 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照片中这个尖叫的灵魂就悬浮在汽车残骸副驾驶的上方，正好对应了 John 遇难时的位置。这惊恐的人脸下方和四周有很多带轨迹的光束，这是平常车祸现场照片里从未有过的。这些光是磁场流吗？还是洗照片造成的痕迹呢？最诡异的是，同一张照片里，在驾驶座旁的车门上出现了一只半透明的狗。死者的家人认出这是死者以前形影不离的爱犬，一条棕色的拉布拉多，几年前已经过世。这张照片引发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主要是灵性视角和科学技术的交锋。人们叫它 The Screaming Soul， 尖叫的灵魂。著名的灵媒和作家 Echo Boldin 对这张照片是这么解读的：照片上的人脸不是鬼魂，是人去世时灵魂离体的最有力证据，是教科书级别的。灵魂四周的光速轨迹是能量场，带着灵魂冲出车顶，而车门上透明的狗是死者爱犬的灵魂，来迎接主人，引领主人去往灵界的守护灵。死者的灵魂极致的痛苦扭
曲，这与他颈椎被折断的死因高度吻合。死者的灵魂冲出体外时，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感到震惊和抗拒。他正在和朋友们欢笑，却猝不及防地跌入了永恒的黑暗。死者自己无法接受，生命就此打住。他抗拒命运的无常和不公。他还没见到偶像呢，就得离开尘世了，实在是太不甘心了。所以灵魂冲出肉体时，会是这个呼喊 no 的表情。研究灵魂的人都认为，灵魂离开肉体时伴随着巨大的能量爆发，这些光速被解读为生命能量场在瞬间释放的轨迹。这种能量在电磁波谱中处于特殊的频段，肉眼看不见，感光的胶片却能记录下来。这张照片恰好证明了灵魂确实存在，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些不相信超自然的人们则认为这是胶片相机的 double exposure 二次曝光。在1984年那个胶片时代，这是常见的摄影失误。那时候的相机每拍完一张都要手动卷片，把拍过的底片卷走，换下一张空白底片。如果警察在拍完第一张照片后忘记了手动卷片，那么第二张照片的影像就会重叠在第一张上面。看看这些双胞胎和鬼影就是例证，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二次曝光，这成为解释该灵异照片最强有力的科学依据。但看看 John 这张照片，为什么只有脸是重叠的呢？专家说，双重曝光中只有亮部会留下明显的影像，因为警察在现场可能先近距离拍摄了死者 John 的脸来记录他的伤情，接着忘记了手动卷片，又在同一张底片上拍摄了全景，而当时背景昏暗，所以两次影像的亮部被重叠，形成了车顶上悬浮的人脸。可是当时死者的脸根本是很平静的，5位在场的目击者都看见了，死者就跟睡着了一样，不是在尖叫啊！这么一对比也说不通。最令人心碎的证言来自死者 John 的母亲，在看到照片的一瞬间，她当场崩溃，认出了儿子的脸和发型，尖叫的脸正是刚满16岁的 John。 关于光速和透明的狗，最主流的科学解释是，当晚警察使用了强力闪光灯，如果镜头表面有雨滴、油渍或者光线以特定角度射入镜头，就会在底片产生 flare 旋光。这光是半透明的，边缘也很模糊，恰好落在了车门上，不规则的形状很容易被看成半透明的生物。而且人类大脑有一种进化的本能，在混乱随机的图像中寻找熟悉的模式，尤其是人脸和动物，达成某种精神上的安慰。我个人认为听着像强词夺理，其实宇宙中很多东西都是目前解释不了的，也许将来会有更好的答案。那么拍下照片的警察呢？他始终坚持没有操作失误。他说，在车祸现场，我按下相机快门时，眼前除了吉普车扭曲的残骸和死者的尸体外，绝对没有任何人在车顶，也没有这些带轨迹的光束。当时只有2个路灯，烟雨蒙蒙，比较昏暗。我拍过很多车祸现场，从来没有拍照失误，也没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后来警方把底片送到了柯达实验室和专业的法证专家研究所进行了检测，结论是底片没有任何化学涂改，没有剪贴，也没有双重曝光的人为痕迹，它在物理上是真实的。科学证明了这张照片没有伪造作假，却无法证明照片上拍到的尖叫人脸究竟是什么。这成了摄影史上最著名的死胡同。42年来，科学家从未停止对这张照片的拆解。主流观点依然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极度巧合的2次曝光，却无法解释这张照片上的各种巧合。如果这是概率极低的偶然，为什么灵魂的位置正好在死者正上方？为什么表情又精准对应到了他颈椎断裂的痛苦瞬间呢？
时至今日，这张照片依然挂在世界灵异摄影的榜首。它之所以抓人，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诡异，也因为它触碰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那个疑问：当生命戛然而止，我们是否真的从此消失，无影无踪？无论这张照片是摄影的失误，还是灵魂的告别，它都给了生者一种慰藉。或许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我们有灵魂，离开世界后，灵魂会回到我们出生之前的地方，那是另一个空间，另一种存在。接受这一点，也许让我们对未来的离世少了很多恐惧。每个人都会 rest in peace， 都会继续循环存在，以不同的方式。这就是该照片的积极意义吧。还有什么？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不同的观点。